小丑竟是我自己。台商有妻小在中国是高风险族群。沈伯洋的爹在中国做生意，在中国有小三。沈伯洋你自己就高风险族群。黑熊他帮你学法律的连定义都讲不清楚。沈父出轨无忌惮，大陆小三。沈伯洋马上说假的，我今天又再度获得中国媒体版面满纸攻击。大公报跟文汇报是香港媒体。沈伯洋写的鬼故事，原来是他真实的经历。沈伯洋他爸失德的问题，沈伯洋是沈伯洋，难道不能赚中国的钱？其实也不赚中国的钱，他们是用中国赚钱，更严重。所以你不能说沈伯洋是被红钱养大的，你要说沈伯洋是被中国伙伴一起养大的。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黑熊大秘宝，黑熊老爹沈土城被曝婚内出轨，亲中大陆小三，而且详细的时间、地点跟日期啊是非常清楚的哦。首先，2017年2月去看老家，2018年11月，沈土城西张某就是这个外遇的对象，在港游玩后入住深圳市福田区某酒店同一间房。2018年12月、2019年4月、2019年8月、2019年12月，所以他们一直都是固定的。他前面看起来像复制贴上，就他手上有绝对的证据，他敢这样讲嘛？而且某酒店大概率是同一间酒店，有固定模式，另外加跟了一个叫做一同赴香港游玩。可见手上要么资料非常充足，要么就是胡诌瞎编到这种程度。但如果胡诌瞎编，干嘛要编这种？他应该要编一个更有戏剧性的而且专指深圳，那代表如果这是真的，他一定去深圳就找这个人。也就是说，这张图里面所显示出来在酒店住宿，他是故意挑深圳市福田区某酒店锁定这个行踪，然后把你曝光。另外，沈土城多次辗转赶赴张某河南信阳老家探望，那他给出的时间点也非常详细。17年2月、18年10月、19年2月、19年7月、19年10月，每一次的行踪都是一样，代表说这个人长期的追跟他，如果是真的，他掌握的非常的详细，还有一个4天跟6天的差别，而且从武汉入境到河南信阳，所以这件事情有可查之机。这个新闻，香港文汇报在6月3号放出来的，沈父转手大陆商品赚价差，父子都是 A 钱高手，而且没有署名，他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首先，这里他秀了一个图，叫做沈土城公司多次来大陆采购，采购的金额不算小数额，而且这还是只是采购华达，所以他看起来就是一个进出口商。沈伯洋表面上是抗中急先锋，暗地是中国推销员，名为沪台实威敛财，早已是公开秘密，但殊不知沈伯洋口中骂大陆，实地家里却与大陆企业合作赚钱，将大陆商品以低价高卖到厄瓜多等地赚取价差，获利不计其数。父子都是货真价实的 A 钱高手，所以这算是一个独门多行的生意吗？我们也不知道。再来，经过网站搜寻，102年抓到他在广交会里面有出没买家通讯录，信息显示负责人为沈土城的台湾兆易有限公司，英文名称 eChance International Company Limited， 曾在2007年登记参加广交会，联系人为 Peterson 刚好就是沈土城的英文名字，他的统一编号是86005378。根据经济部商工登记公示资料服务讯息，我们去搜寻86005378的兆易有限公司，一打开马上现在就跳出来，负责人姓名沈土城对上了，资本额1600万，董事沈土城占股960万，果然占股真的是60%，所以记者到这里没有唬烂。再来，核准设立日期民国80年2月4号，最后变更核准日期民国98年8月13号。这间公司生意既稳健又稳定，长期没有变更。另外，他所登记的公司登记地是台北市松山区南京东路5段16号7楼之4，原来是启德通商大楼，这也是一间老大楼了，代表这间公司它已成立很久之外，这间公司的股权是非常稳定的，也就是说这间公司很可能是他们的家族私人公司，而他就是真正意义上的负责人。这个是根据我对于公司登记这一块的经验所告诉大家。至于沈伯洋，他1982年生，也就是他9岁的时候这间公司就成立了。另外在98年有跟着做一个登记，
纪，所以是在27岁，应该在那个时候他还在读书，所以很有可能这间公司的股权跟他是比较没有关系的。所以查证到这里，这间公司真实存在，而且是真实在做生意的。那找到这个思路之后，这一篇报道里面的内容至少它的可信度就有显著性的提升。另外，该公司的一些货源地包括了与大陆合作，常在浙江、广东、福建等地开展商务贸易往来，商业合作交易范围涵盖纺织品、石材、建材、自行车配件、轮胎等货物，数百次，交易金额高达上亿人民币，所以生意做的也不小。查了他的进出口卡登记日期，民国80年，也核发日期110年8月10号，所以进出口生意绝对不是现在开始做。再来，为什么会出现登记日期跟进出口卡的登记日期有一个落差？但是落差又不很远，在1991年的时候，办一间公司大概率要1个月，所以非常符合当时的情状。也就是说，他们家从1991年开始设立这间公司的当下就已经在做进出口生意，更可能是在这个之前，他爸爸就从事这样的生意，而且他做的应该是 B2B 生意，因为他的进出口的样态，第一个他没有稳定进货，第二个他一次可能进很多，也可能进的相对少。另外，为什么我说他可能是实体公司？因为电话是有势力范围的，2支电话，电话号码0227629686，另外一个0227629902，这明显同一时间申请。早年做贸易公司的人一定会备有传真机，因为早年贸易相关的单据基本靠传真，所以我认为他这一个地址很可能是他自己买，他的电话会有牵四划线的一个部分。那这个报道里面很有意思，就联想说，黑熊学院也多次从大陆淘宝平台大量采购急救包、野外生存设备，并在岛内高价炒卖赚差价，真是有其父必有其子的。这公司还真的在厄瓜多是有登记的，所以他真的是厉害，在大陆买东西卖到厄瓜多，再从厄瓜多出口东西，可能有出到台湾，这个是典型的三角贸易。他跟当地有华人的对接商铺，因为你看它里面叫陈蔡陈波，主要的贸易对象一半都是沈伯洋他爸爸的公司。然后你看这个公司就是沈伯洋他爸在当地的合作伙伴天津小北国际商贸公司，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贸易网络，所以这是一间真实认真在做生意的公司，而且到现在还是很活跃，最近一笔还在2025年2月24号。另外更厉害的，根据天眼查证发现沈土城还有一个有限公司，它的登记存续时间比兆易有限公司还要短，也登记在同一个地址，所以应该是他们家公司的另外一张牌。可以发现兆易有限公司丞相兆易通科技深圳有限公司注资，持有 10% 的股份，后来在2010年的时候吊销了，地址就位于深圳市福田区。而在18年到19年，张某跟沈父开房间的地方依然是深圳市福田区的某酒店，也就是说这里面充满着地缘关系。那如果这样子连连看对，那这不就拉上线了吗？所以沈伯洋他老爹沈土城做生意做的可见是呱呱的好，登记公司在这，活动地区在这，公司出口在这，非常的忙。而且他老早在2007年就已经做登录了。查证到这里，这个内容的可信度并不低。上梁不正下梁歪，沈父出轨无忌惮。沈伯洋空有漂亮头衔，实则师德不修，学术不精。他的父亲沈土城也是师德不修，品行低下。再来，我有点怀疑他这个所谓的小三是不是很早就被对岸的情治单位所掌握了行踪？据说这一份特稿会不会是对岸来打沈伯洋的？我跟你讲，不排除。如果对岸打沈伯洋靠造谣，请问打得动吗？大家说北七吗？都不会查资料吗？所以最不愿意用造谣打沈伯洋的肯定是对岸，因为打了最没用，还会加强沈伯洋的地位。那最希望是假消息的是谁？沈伯洋马上说假的。我今天又再度获得中国媒体版面满纸攻击，是满版规格也太高了。首先，大公报跟文汇报是香港媒体。你可以说它是香港左派媒体或香港的中共喉舌，但它本质是香港媒体。他妈你学法律的连定义都讲不清楚，他打脸自己对撞，先死一波。明天是6月4号，对中国来说很不方便，所以只好今天赶快发一发。公举女儿不成，现在换老爸。我们等着看台湾是哪些粉专跟人跟着中国造谣转发。根据我们方才一番的查证，至少关于他老爸做生意都是真的。那谁验证是真的？贸易署、经济部商工登记服务资料。如果经济部给出来的资料
是中国媒体的内容，我们就简称共媒好了。那经济部不就是共媒，就是假资料吗？所以经济部是共匪，经济部长当场上告带走，叫大家尽量不要去中国。结果自己老爸整天在中国干共、插共、通共、统共、涉共、入共，自己用大疆就可以，别人去接触中国危险分子。再来，沈伯洋主张高风险人群控管，第五纵队中国做生意有妻小在中国的台商、里长、立法委员是高风险的族群。沈土城沈伯洋的爹在中国做生意，有妻小在中国，你说没有妻，有小三，妻跟小三不是组成妻小吗？所以第五纵队就是沈伯洋高风险族群，就是你爸，还有什么台商子女、陆配子女。那沈伯洋你自己就高风险族群，搞了半天小丑竟是我自己。姑姑再倔强一下，沈伯洋他爸失德的问题，沈伯洋是沈伯洋，难道不能赚中国的钱？其实也不赚中国的钱，他们是用中国赚钱，比赚中国钱更要命。赚中国钱叫银货两讫，用中国赚钱叫做伙伴关系，更严重。所以你不能说沈伯洋是被红钱养大的，你要说沈伯洋是被中国伙伴一起养大的。所以终于理解沈伯洋写的鬼故事原来不是幻想出来的，是他真实的经历。难怪你会选中国黑熊做你的 logo。洋葱有一首歌，一层一层剥开你的心，你会发现你不只会流泪，你更会发现里面有一颗红色的心。所以后来我终于领悟到一件事情，他做这个监控的目的是，如果他是监控的人，他就不会被监控。就像小偷最好脱罪的方式，我先说你是小偷，我来抓小偷。那请问小偷会被抓吗？沈伯洋真的非常的屌。而且我后来想到一个问题啊，沈伯洋、八炯、曹新成、闽南郎，请问这几个人的共通是什么？他们底色都是红的啊，每一个都有浓厚的中国经验。这时候那怎么不反应？